江颖这个名字，其他人或许听不出来有什么特别，任鹏飞又如何猜不出来？一个小江，一个聂隐，便是江颖了。当年的小江因为白川之事，也算在武林中露过了脸面。纵然那时的小江与聂隐性格乃至气质相去甚远，一时无法辨别，可这出色的容貌却很难认错。为何在武林大会上出尽风头，却没有人提出异议？任鹏飞找来人问武林大会上的情况，并详细询问江颖的相貌如何，而后才明白江颖定是易了容。尽管如今知道江颖便是小江和聂隐的人恐怕没有几个，但他如此大咧咧地用这个名字，难道不怕他这个渡恶城主揭发他的真实身份？还是有恃无恐地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渡恶城城主的话？但这些并不是任鹏飞特别在意的。令他心烦意乱的是，聂隐到底是想干嘛？就算聂隐如今成为朝廷通缉犯，不能明目张胆地乱窜，但隐藏身份之后，他为何要坐上武林盟主之位？别人或许相信这是巧合，可任鹏飞知道，若聂隐不肯，这个巧合便不会发生。而且那一日他出现的实在太过凑巧，凑巧的令他不得不产生怀疑，或许那日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假使真是如此，任鹏飞只觉得毛骨悚然，不仅是为聂隐如今的心机，还因为他这番举动下潜藏的真正动机。武林盟毕竟是连皇帝也忌惮3分的势力，若能掌握整个武林门派，那么在于暗中培植势力，假以时日。当然，这全都只是任鹏飞的猜想，一切都未曾有真凭实据，甚至连江颖到底是不是聂隐，他都无法真正确定。也因此，即便为此心中百转千回，任鹏飞仍然是按兵不动。主要原因也是他没有什么理由去动。渡恶城一半的生意是要回来了，但在1年前因为种种原因，任鹏飞已经心慵意懒。更何况城主之位让弟弟继任之后，任鹏飞见他日渐上手，在众人的扶持之下也挺有模有样，更没了再继续打理城中诸事的心情。于是不顾任成飞的百般劝说，仍然决定退居幕后，在弟弟遇上难解的问题时，才不时出谋划策给些意见。实际上，此时的任鹏飞真的可算是个无所事事的照看女儿的闲人了。任成飞对城中的事情正处于成长阶段，需要的环境必定是较为风平浪静的。尽管此时武林盟里闹得喧喧嚷嚷，渡恶城中却一片祥和之色。这也正是任鹏飞当初不去搅武林大会这滩浑水的原因。谁也不会放着安宁的日子不过，整天去打打杀杀。何况现在的江颖也未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任鹏飞有什么理由去搅乱江湖表面上的平静呢？他只私心的希望江颖不是聂隐，就算真的是，他也希望江颖这个武林盟主心中没有仇恨，否则接下来不止整个武林，恐怕连同这片天下都会陷入血雨腥风之中，难有宁日。可老天没有听到任鹏飞的希愿，事情一步一步朝他最不想看见的方向发展了。不只是逍遥堂，江湖里各个邪教的势力在江颖就任武林盟主之位后越发的壮大，扰得各地百姓难有安宁之日，甚至有的邪教还伙同外敌骚扰一些守城的士兵。京中自然也有派兵去清剿这些扰乱治安的邪教，可惜这些专门学习旁门左道的邪教油滑得很，朝廷出力不小，成效却寥寥无几，士兵的性命赔进去不少。这些邪教一个两个还照样蹦跶的厉害。朝中无奈，有道是恶人自有恶人治，既然邪教怎么也算是江湖门派，那么还是让武林中人来解决这些事情吧。因此皇帝的委托书由朝中派出的使者直接送达到武林盟主江颖手中。这封委托书
给了武林盟主一项权利，那便是在剿匪过程中，若人手不足，他可以向附近军队请求增援。知道这件事后，任鹏飞在院中从白天一直站到日落。他开始明白了江颖的想法，也逐渐知道他接下来想要做什么。若再如此放任下去，赔上的将是整个国家。任鹏飞并不是那种忠君爱国之人，也不是忧国忧民之士。至于如此的心烦焦虑，是为恐怕也难以逃出一劫的杜尔成，还是因为其他？这时，他真的给不出一个答案。他只知道，他不想再看着事情如此发展下去，可他又能如何去做？此时的江颖，还是以前的聂隐吗？就这么一想，想了一天，最后他有了决定。无论如何，他想一试。杜尔成如今有任成飞和他亲信的属下，无需他过多担心。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女儿。尽管他的身体早已无碍，可这孩子不知为何却是个医狂，整天痴迷于医书之中，不仅足不出户，更废寝忘食，屡劝难改，需要任鹏飞和雅姑整日盯着他，注意吃饭休息。任鹏飞实在怕他一个不注意又会旧疾复发，对他的身体在意得很，生怕自己不在，雅姑一个人劝说不来。好在女儿知道他要出远门时，纵然也是万般不舍，但还是乖巧的再三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听雅姑的话，按时吃饭，准时休息。有他的保证，再加上相信雅姑，且也嘱咐弟弟和下人多多注意女儿后，才算是稍微放心。临行前的一晚，亲亲难得的没再啃书，而是让雅姑给他做了个香囊，然后放进他亲手配制的药材，具有驱虫保健之功效，然后小心捏在手中，拿去给爹爹。可到了隔壁院子，他一眼看见任鹏飞坐在假山后的小石凳上，右手拎酒壶，左手握酒杯，时不时小啜一口，偶尔对月长叹，一脸沉重。亲戚站处一直未作声，直至任鹏飞发现女儿，放下手中的东西后，便朝他走过来。亲亲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我让雅姑姑做了个香囊，我在里面放了香草，可以驱虫，也有保健的功效，送给爹的。任鹏飞接过女儿送来的香囊，打开深吸一口气，嘴角不禁翘起，然后手一伸，蹲下轻轻揽住女儿的腰身。谢谢，爹一定会保管好的。爹，一路一定要小心。爹答应你。星星看着他的脸，慢慢垂下脑袋。任鹏飞不禁问道：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话要说？星星头也不抬地扑入父亲怀中，先用力地蹭了几下，才停止不动。任鹏飞顿了片刻，见他仍不说话，便把手轻轻抚上他的后脑勺。青青，有什么话便同爹说，爹会好好听的。说完后，女儿的小手用力地抓住他身上的衣物，只听他闷闷地道：爹，你是要去找那个人吧？任鹏飞眼中闪过一道光，微蹙起眉。你是指？是当初让青青的身体好起来的那个。怀中的小人伸出双手，用力地环住他的脖子，声音更是沉闷。爹，我到底是谁的女儿？任鹏飞愣住，半晌回过神后，恰巧一阵冷风吹来，吹得他不禁打了个激灵，可又很快平复。把女儿拉离自己，面对面地看着她，仔仔细细地端详她的脸，再伸手轻轻抚过。他低声强细语：你那晚听到了？星星点头。
虽然那个时候身子很不舒服，可青青听见了。任鹏飞的手微颤，终还是在把女儿抱住，嘴角的笑微带苦涩。原本爹就猜到瞒不了多久。好吧，爹告诉你，把一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。只希望到时候你不要怨爹，怨自己的出身。城中的诸事已无需任鹏飞更多担心，他并未在众人面前直言去意，但他对身边事情的一再叮咛，仍然让任成飞察觉到了什么。哥，你是不是要离开渡河城啊？是啊，大哥现在无事一身轻，很想也过过闲云野鹤的日子。任成飞鼓起颊，低头踢自己的脚尖。你就放心我一个人打理渡河城嘛。依赖哥哥已成习惯，他每次离开都让他好不适应。任鹏飞拍拍他的肩膀，视线落在天空中的浮云上，几缕飘渺。爹当年病逝，大哥不过17、18，不也是这么过来的？哥，陈飞，大哥相信你。任成飞哑然失语地看着一脸慈母的兄长，明媚的阳光之下，他的鬓角不知在何时已然出现几根银白。任成飞看着看着，不禁红了眼眶，头枕在他的肩膀上，压着声音哭泣。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会管好渡河城的，你放心吧。任鹏飞欣慰的浅笑，手轻轻抚着弟弟的发。时光荏苒，何时岁月已把我们洗刷的沧桑？那张年少轻狂的面容，只变成记忆里的一幅画面。任成飞以为兄长会在某日与他们一一道别之后再离开，可某日醒来发现，大哥的屋中只留下一纸书信，上面寥寥数字：勿念，万事小心，照顾好亲戚。就像很多时候，心中纵然千言万语，最终出口也不过简单几字，却胜过万语千言。知道他离开的时候，轻轻锁在屋中，坐在床上不停抽泣，手中紧紧抓着任鹏飞离去时留给他的他一向随身携带的玉佩。任鹏飞离开的时候是清晨，蜀州的雾气仍未散开，浓浓的弥漫在整座城中，看不清前方。任鹏飞策马走过，听着马蹄踏在石板路上发出的规律声响，哒哒哒，一声声都似敲在心上。这片幻境一般的迷雾，看不清前方，四处寂静，容易勾起很多心事。任鹏飞想了很多，从小到大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成为一个拥有万顷土地的城主。曾经的年少无知已成为记忆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变得每一件事都会不由自主地去计较成败得失，反而忽略了事情的本质。他又想到了万恶谷中的生活，想到了在谷底时的那段日子，如果不为弟弟担忧，如果不用强迫自己去承受另一个男性的侵犯，或许那便是他活得最惬意的日子了。时不时拂来的带着清香的风，还在那个向来水深微蓝的深潭。可鬼婆婆说，谷底到处是毒，就如同世间的每一样事物都不会尽善尽美。对于聂隐，任鹏飞真的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，只知道每次夜深人静，午夜梦回时，会忆起华夫人的面容，还有她一直不断重复的一句：我只想让你好好的。每次一想起来，心都会揪紧。他记得似乎也曾和程飞说过类似的话，只要他好好的，身为兄长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华夫人，
那个用尽一切去疼爱聂隐的女人，真的就这么去了吗？那么聂隐身边还剩下谁？当年在谷底没经历过，所以不懂，可如今经历之后一再失去，他还能再从谷底爬出来，有足够的勇气去追寻吗？任鹏飞会想起那张在武馆中开怀大笑的脸，会想他提笔聚精会神练字的恬静，会想他坐在竹枝下含笑抚琴的祥和，会想他红着眼睛吼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什么都不是的悲伤，也会想他褪尽衣物后一身的伤疤。自京城一别，回到渡恶城中，任鹏飞一直有派人暗中查找聂隐的消息，可一直没什么线索。聂隐就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，没有消息，到底是好还是坏？任鹏飞不敢细想，却一直没有放弃找寻。但他并未想过，找到了如何，没找到又如何？所以当江隐这个名字出现时，他一愕，是因为竟不知接下来应该如何。慢慢沉寂下来后，他才意识到，他没有任何去找他的理由。1年前在京城，是聂隐把他赶走的。他说：“我累了。”从此，他们便应该形同陌路了。可在当年京城叛乱一事爆发时，已经身处外地的他，听到这件事的头一反应是撇下女儿一路策马狂奔回京时，才幡然悟，于他心底，聂隐不再只是一个陌生人。这到底是不是聂隐曾经想要的感情，任鹏飞也不知道。反而因为这件事，任鹏飞更是迷茫，如同走进一条死胡同里，再也走不出来。兜兜转转之后，终于累了，累了。所以任鹏飞去找聂隐，去找他，寻一个答案。到了云南，在点苍山下，任鹏飞没有报上渡恶城的名号。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，要拜见一个武林盟主也不是件易事。可是他能等，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，然后每天去武林盟主也许会出现的地方。任鹏飞可以有很多办法去见江隐，最直接的便是买通江府的下人混进去，但他选择的却是最笨的最傻的一个方法。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想去找他之前远远看一眼，确认江隐到底是不是聂隐。私心里，任鹏飞不希望江隐便是聂隐，就像一直用心守护弟弟的那份纯真，却无奈地发现他的眼睛里无可避免地染上杂质一样。曾经谷底的那个人也拥有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。终于，武林盟又召集云南境内的江湖人士，说是要去讨伐最近在楚雄的山里抢夺路人财物并杀人灭口的强盗。这种事情官兵没有办法，偶尔也会向武林盟求助。任鹏飞借机混在赶去总坛的人群中，等人聚集时江隐出来，他躲在角落远远地看。他看到的只是一张陌生略显憨厚的脸。任鹏飞并没有过多关注，毕竟隔那么远也看不出个所以然。他更多的是留意江隐的双脚，每一次行走会不会出现什么。尽管很细微，但任鹏飞还是看出来了，也终于肯定了一件事。再看向江隐的脸，只觉得心堵得厉害，几乎让他无法呼吸。当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那些已经失去或错过的，又要如何挽回？又如何能挽回？百里掌门，穷寇莫追。正欲潜入山林追敌的百里香闻声停下，转身一看来人，当即抱拳道：“江盟主。”江隐看一眼他的身后，一脸关切的道：“这处山林越深入越是繁密，就是当地人进去也很难保证能出来。这逃掉的几个贼寇恐怕再难成气候，进了林里只不过是九死一生。百里掌门何必为这种人也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？”百里香听得尤为感动，
对这位才统领武林不过数月的盟主更是敬佩。多谢江盟主提醒，这次剿匪幸有江盟主带领，才能不伤一兵一卒，清剿这些恶徒，为民除害，实在是功德一件。百里掌门真是说笑了。江颖走过去轻拍他的肩膀，随后先行走在前头。这只不过是职责所在，更何况无论是谁，遇上这样的事都会有同样的反应。江颖的不骄不躁，更是引来年逾不惑的百里香欣赏的目光。对了，江颖走了几步，似忆起什么，突然停下，负手于身后，笑问身边的百里香：不知百里掌门可曾想过自己的死法？什么？百里香一时莫名，江颖黢黑的双眼落在他身上，噙在嘴边的笑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。他压低声音：不知百里掌门可曾想过会死在我的手上？江颖话音未落，一道冷光闪过，百里香只来得及瞪大双眼，脑袋便和脖子分了家，在地上滚了几圈。江颖避开了溅出的血液，丢开手中特意准备的武器，对着无头的尸体冷笑一声，正欲转身离去，却因为听见隐约接近的声音而停下，仔细聆听，似乎觉得有什么不对，退了几步，纵身一跃，飞向一旁连点树下，人已经稳坐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之上，拉低眼前的树枝，往尸体的方向看去。很快，他看见一个人走进尸体，尽管相距将近100米，可以他绝佳的眼力，仍是一眼便看出来者是谁。为此，他的呼吸不由自主地一滞。